神奇宝贝传奇浴室篇第1章之一。在遥远的帕尔德鲁地区，住着一名名叫理查的年轻训练家。他从小就热爱神奇宝贝，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像传说中的浴室一样著名。理查在私人的研究所工作，该研究所致力于研究神奇宝贝的进化和行为。他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收集各种神奇宝贝，并训练他们成为强大的战力。一天，在研究所里，理查遇见了名为玛利亚的研究员。玛利亚对神奇宝贝的知识渊博，是理查尊敬的人物。他们讨论起最近在帕尔德鲁地区出没的神秘神奇宝贝，传说它拥有前所未见的强大力量。为了找到这只神奇的神奇宝贝，理查和玛利亚组队，一起探险。他们走过崎岖的山丘，横渡湍急的河流，终于来到了一片神秘的森林。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只外形奇特的神奇宝贝，有着透明的翅膀和闪亮的鳞片。理查和玛利亚小心翼翼地接近神奇宝贝，用各种道具试图诱捕它。然而，神奇宝贝却十分狡猾，不断变换位置。正当他们正为之沮丧时，理查想起了研究所中博士所研究的暂时性进化。理查大胆地提出，说不定这只神奇宝贝正因为拥有暂时性进化的能力，所以才显得如此神秘。于是，他们决定回到研究所，搜集更多有关暂时性进化的资料，以便了解这只神奇宝贝的行为。经过了一连串的实验和研究，理查和玛利亚终于掌握了暂时性进化的原理。他们发现，只要触发正确的条件，这只神奇宝贝就会进入暂时性进化状态，在一段时间内拥有超乎常态的能力。有了这项珍贵的知识，理查和玛利亚回到神秘森林，再次面对那只神奇宝贝。他们利用之前研究的知识，成功地触发了神奇宝贝的暂时性进化。眼前的景象令理查和玛利亚惊叹不已。那只神奇宝贝在短暂的时间内，变成了一只强度前所未有的巨兽。在高度进化的状态下，神奇宝贝与理查和玛利亚组成坚强的战队，一同对抗入侵帕尔德鲁地区的邪恶组织。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他们成功地击败了邪恶组织，保护了帕尔德鲁地区的和平。在与神奇宝贝的冒险中，理查和玛利亚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这些奇妙的生物和他们的能力。他们决心将研究所发展成为全球神奇宝贝研究的中心，以保护这些神奇的生物，并帮助人类与神奇宝贝和谐共处。就在研究所即将改名为帕尔德鲁神奇宝贝研究所之时，理查和玛利亚收到了一封神秘的信件。信中是一张古老的地图，上面标示了一处隐藏的洞穴，据说那里隐藏着一个传说中的神奇宝贝。理查和玛利亚对这则讯息非常感兴趣，他们决定在研究所改名前，先去探险。他们带着装备和神奇宝贝队，深入地底世界，发现了一处未曾见过的神奇宝贝栖息地。在那里，他们遇见了一只从未见过的神奇宝贝，有着荧光色的皮毛和奇特的外形。这只神奇宝贝名为荧光龙，是传说中最为罕见的物种之一。理查和玛利亚小心地接近荧光龙，用他们所学的知识和技术，成功地捕捉了它。这只罕见的神奇宝贝将成为研究所研究和保育的重要成员。在返回研究所的路上，理查和玛利亚决定把研究所改名为帕尔德鲁神奇宝贝保护中心，以保护这些珍贵的生物和未来的发现。他们相信，在那里，研究员们将继续探索神奇宝贝的奥秘，并找到保护地球和人类的方法。在帕尔德鲁神奇宝贝保护中心，理查和玛利亚与科学家和训练家们合作，
研究荧光龙和其他罕见神奇宝贝。他们还致力于开发新技术，以保护神奇宝贝免受环境破坏和非法捕猎的威胁。多年后，帕尔德鲁神奇宝贝保护中心已成为全球知名的研究机构，吸引了众多年轻科学家和训练家前来求学。在那里，他们学习到如何与神奇宝贝和谐相处，并为保护地球的未来做出了贡献。理查和玛利亚的冒险并没有结束，他们继续探险，发现新物种，并解决与神奇宝贝相关的各种问题。他们知道，他们的工作将帮助未来世代与这些奇妙的生物共存，并保护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在帕尔德鲁神奇宝贝保护中心的努力下，人类与神奇宝贝的关系逐渐改善。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保护神奇宝贝和环境的重要性。在未来的日子里，理查、玛利亚和众多研究员将持续为保护这些奇妙的生物而奋斗，确保帕尔德鲁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繁荣。神奇宝贝传奇遇事篇第1章之2。在帕尔德鲁神奇宝贝保护中心，理查和玛利亚带领着一群才华横溢的研究员和训练家，一同研究荧光龙和其他罕见神奇宝贝。他们利用先进的技术和严谨的研究方法，不断深化对神奇宝贝世界的理解，并努力保护这些珍贵的生物。在研究过程中，研究员们还发现了荧光龙的一些独特能力，例如它能够吸收环境中的能量，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力量，这使得荧光龙在战斗中极具潜力。此外，荧光龙的皮毛具有特殊的荧光效应，可作为治疗和防卫机制的辅助手段。为了更好地保护荧光龙及其栖息地，帕尔德鲁神奇宝贝保护中心还开展了划一的管理计划。该计划包括对荧光龙的栖息地进行环境监测和修复，以及对荧光龙进行标记和跟踪，以确保物种的多样性并防止非法捕猎。在研究和保育工作的推进下，帕尔德鲁神奇宝贝保护中心与其他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些合作伙伴共同努力，推动了神奇宝贝研究和保育领域的进步，并为全球的神奇宝贝保护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帕尔德鲁神奇宝贝保护中心，年轻的研究员和训练家们在理查和玛利亚的指导下，接受着最全面的训练和教育。他们不仅学习到关于神奇宝贝的知识，还掌握了先进的研究和保育技术，如 DNA 序列分析、行为观察、栖息地重建和环境监测等。在保护荧光龙和其他神奇宝贝的过程中，这些年轻研究员和训练家也获得了宝贵的现场经验，让他们在未来能够独立开展研究和保育专案，成为下一代的理查和玛利亚。在帕尔德鲁神奇宝贝保护中心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神奇宝贝保育的重要性，并加入到保护这些奇妙生物的行列中。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环境意识，还将为神奇宝贝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援。神奇宝贝传奇遇事篇第1章之3。在继续探索荧光龙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员们发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发现。原来，荧光龙的荧光皮毛不仅具有治疗和防卫机制，还能够透过吸收环境中的能量来储存能量。这项发现开启了潜在的应用前景。研究员们可以研究如何利用荧光龙的能量储存机制，为人类设计更高效的太阳能电池或能量储存装置。这不仅有助于解决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严峻问题，还将为荧光龙的栖息地保护和物种保育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为了进一步研究荧光龙的荧光皮毛，研究员们还开发了一种先进的光谱分析技术。透过对荧光龙皮毛的光谱分析，可以确定荧光皮毛中含有的荧光分子种类。这项技术不仅有助于科学家深入了解荧光龙的荧光机制，
还将为开发新式荧光材料提供有力支援。在研究荧光龙的同时，研究员们也关注到栖息地破坏和环境污染对荧光龙族群数量的影响。他们决定将研究重点转向栖息地保护和修复，以确保荧光龙的生存和繁衍。在帕尔德鲁神奇宝贝保护中心的努力下，当地政府和社群共同合作，实施了多项栖息地保护和修复计划。这些计划包括植树造林、湿地修复、垃圾清理和环境监测等。在保护荧光龙栖息的过程中，研究员和训练家也向当地居民和游客宣传环保意识，提倡对神奇宝贝和环境的保护。在保护荧光龙和栖息的过程中，帕尔德鲁神奇宝贝保护中心还开发了多项生态旅游项目，将当地居民和游客带入保护区，让他们近距离观察和了解荧光龙的行为和习性。这些生态旅游项目不仅为当地社区带来了经济效益，还帮助人们增强了对神奇宝贝和环境的认知和保护意识。在荧光龙研究和保育工作的推进下，帕尔德鲁神奇宝贝保护中心成为了国际知名的研究机构，吸引了众多科学家、研究员和游客的关注。这不仅为研究荧光龙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源和更强的技术支援，还将为全球的神奇宝贝保护和栖息地恢复工作提供宝贵的经验和示范效应。神奇宝贝传奇预示篇第1章之4。在继续探索荧光龙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员们还发现了荧光龙的一项惊人的能力，透过其荧光皮毛的色彩变化，可以发出不同频率的光波，从而与其他神奇宝贝进行复杂的通讯。这项发现为研究荧光龙的行为和生态习性提供了新方向。研究员们利用这项知识，设计了各种仪器来记录和分析荧光龙的光波通讯，并发现荧光龙的光波通讯模式与它们的社交和栖息地行为密切相关。例如，当荧光龙群体感受到威胁时，它们会透过改变荧光皮毛的色彩和亮度，发出一连串的警告光波，提醒其他荧光龙注意危险。此外，荧光龙还会透过光波通讯来交流觅食和交配等资讯。在研究荧光龙光波通讯的同时，研究员们还意识到这项技术的潜在应用前景。例如，透过对荧光龙光波通讯的研究，可以开发出新式通讯技术，为人类提供更高效、更安全的通讯方式。另一方面，荧光龙的光波通讯机制也有助于解决现代光电子学和感测器技术的难题。研究员们可以研究如何借鉴荧光龙的光波通讯原理，设计出更灵敏、更准确的光感测器和光学仪器。在研究荧光龙的同时，帕尔德鲁神奇宝贝保护中心还加强了对荧光龙栖息的保护和管理。研究员们发现，栖息地破坏和污染会严重影响荧光龙的光波通讯，进而破坏其社交和行为模式。为此，保护中心制定了更为严格的栖息地保护政策，禁止在荧光龙栖息地进行开发和污染活动。此外，研究员们还开展了定期的栖息地监测和维护工作，以确保荧光龙的栖息地不受破坏。在保护荧光龙栖息的过程中，保护中心还与当地社群合作，开展了生态教育和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对荧光龙和栖息地保护的重要性的认识。透过这些努力，帕尔德鲁神奇宝贝保护中心为荧光龙的保护和栖息地恢复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荧光龙的数量逐渐恢复，栖息地质量也得到显著提升。这不仅为荧光龙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还为其他神奇宝贝的保护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神奇宝贝传奇预示篇第1章之5。在理查和玛利亚的领导下，帕尔德鲁神奇宝贝保护中心的研究员和训练家已成功地研究出了荧光龙的暂时性进化机制。
这项研究成果将为神奇宝贝的进化研究和保育工作提供重要启发。在研究过程中，研究员发现荧光龙的暂时性进化是由一种特殊的基因调控机制所引起的。这种机制允许荧光龙在面临环境压力或危险时，启动一系列基因表达，从而促进其身体的快速进化。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这项机制，研究员们利用基因工程技术，针对荧光龙的基因组进行了编辑和调控。他们发现，透过调节关键基因的表达，可以控制荧光龙暂时性进化的程度和持续时间。这项研究成果为神奇宝贝的保育和管理提供了重要意义。研究员们可以利用荧光龙的暂时性进化机制，开发出新的技术和方法，以保护神奇宝贝免受环境威胁和非法捕猎。例如，他们可以利用这项机制开发出一种暂时性进化诱导剂，将其用于保护稀有或濒危神奇宝贝。这种诱导剂可以激活目标神奇宝贝的暂时性进化机制，使其在面临威胁时能够产生强大的进化能力，以抵御天敌和恶劣环境。此外，研究员们还将利用荧光龙的暂时性进化机制，研究如何在不影响神奇宝贝正常生态的前提下，对受伤或病弱的神奇宝贝进行急救和康复。这将有助于降低神奇宝贝因受伤或疾病而灭绝的风险，确保神奇宝贝族群的可持续发展。在研究荧光龙暂时性进化机制的同时，帕尔德鲁神奇宝贝保护中心还加强了对栖息地保护和管理的力度。研究员们发现，良好的栖息地环境可以促进神奇宝贝的正常生长和发展，而栖息地破坏和污染则会抑制神奇宝贝的暂时性进化，从而影响其生存能力。为此，保护中心加强了对栖息地的监测和维护工作，及时发现并解决栖息地问题。此外，研究员们还设计了各种栖息地恢复和重建专案，以恢复受损的栖息地，为神奇宝贝提供更安全的生活环境。神奇宝贝传奇浴室篇第2章之1。在遥远的宝可梦世界里，住着各式各样奇妙的生物，名为宝可梦。在这个世界里，有一个年轻的训练家，名叫里奥纳多。他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成为顶尖的宝可梦训练家。里奥纳多生活在文斯城里，这座城市以其繁荣的宝可梦市场而闻名。从小就热爱宝可梦的里奥纳多，总是梦想着与众不同的宝可梦一起冒险。在城里，他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了聪明的安妮、机敏的马克，以及坚强的丽莎。一天，里奥纳多在市场上买到了一只名为火焰狐狸的珍贵宝可梦。这只火焰狐狸具有强大的火焰能力，能喷射出炽热的火焰攻击敌人。然而，里奥纳多很快地发现，要训练这只宝可梦并不容易。火焰狐狸性格叛逆，不仅不容易驯服，还时常在训练中反抗。在与火焰狐狸的共同生活中，里奥纳多学到了宝贵的教训。他逐渐了解到，要成为一名伟大的训练家，不仅需要强大的宝可梦，更需要管理好自己与宝可梦之间的关系。里奥纳多开始研究宝可梦的行为，并与其朋友们分享他所学。在随后的冒险中，里奥纳多和他的朋友们遇到了各式各样的挑战，他们与邪恶组织诸世代斗智斗勇，保护着宝可梦世界免受威胁。在这些经历中，里奥纳多与火焰狐狸之间的信任逐渐加深，火焰狐狸也变得越来越听从里奥纳多的命令。神奇宝贝传奇浴室篇第2章之2。在里奥纳多与火焰狐狸的冒险过程中，他们曾遇到过一位神秘的宝可梦训练家，名为爱丽丝。爱丽丝擅长与各种不同性格的宝可梦合作，并以高超的战斗技巧而闻名。里奥纳多对爱丽丝十分敬佩，
他与他成为好友，并从他身上学习到了许多宝可梦训练技巧。火焰狐狸也很喜欢爱丽丝，他总是能轻易地吸引火焰狐狸的注意力，让里奥纳多得以专注于其他宝可梦的训练。在爱丽丝的介绍下，里奥纳多认识了另一个珍贵的宝可梦——水晶鹦鹉。水晶鹦鹉具有控制冰和风的能力，它能够发出强力的冰霜射击，同时还能制造强烈的风暴。里奥纳多被这只宝可梦的能力所吸引，他决定将水晶鹦鹉纳入他的队伍。然而，水晶鹦鹉的个性却与火焰狐狸大相径庭。水晶鹦鹉冷静、沉稳，几乎从不显露出情绪。在与水晶鹦鹉的共同生活中，里奥纳多学到了如何与不同性格的宝可梦相处的重要性。在与爱丽丝和水晶鹦鹉的相处中，里奥纳多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宝可梦的世界。他见识了不同宝可梦的能力和性格，也学到了一些宝贵的教训。这些经历让里奥纳多在训练宝可梦方面变得更加出色，也使他成为了一位更出色的人物。在后续的冒险中，里奥纳多、火焰狐狸、水晶鹦鹉以及爱丽丝等人继续面对各种挑战。他们一起对抗邪恶势力，保护着宝可梦世界的和平。在这些经历中，他们彼此扶持，共同成长，成为了不可分割的好伙伴。最后，里奥纳多和他的伙伴们终于成功击败了猪世代，拯救了宝可梦世界。在这段冒险旅程中，里奥纳多不仅成长为出色的训练家，更与火焰狐狸、水晶鹦鹉以及爱丽丝等宝可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神奇宝贝传奇浴室篇第2章之3。在里奥纳多和他的伙伴们的持续冒险中，他们来到了一座古老的神秘岛上，名为遗迹岛。这座岛上充满着未知的宝可梦和历史古迹，吸引着里奥纳多和他的朋友们前去探险。在遗迹岛上，他们遇见了一只名为古朴树人的宝可梦。古朴树人生活在数百年前的宝可梦世界里，它具有控制植物的能力，能够操控树枝、藤蔓和花朵。里奥纳多被这只独特的宝可梦所吸引，他决定将古朴树人纳入他的队伍。然而，古朴树人却需要一段特别的方式来驯服。在与古朴树人的相处中，里奥纳多学到了如何与古老的宝可梦沟通的重要性。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里奥纳多终于与古朴树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古朴树人也成为了里奥纳多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在遗迹岛上，里奥纳多和他的伙伴们还发现了一处古旧的地下遗址。在那里，他们遇见了一只名为古代巨象的传说中的宝可梦。古代巨象是一只巨大的、凶猛的宝可梦，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刻才会现身。里奥纳多和他的队友们知道，他们必须面对这只强大的宝可梦，才能保护好遗迹岛上珍贵的宝可梦和文物。在与古代巨象的战斗中，里奥纳多充分发挥了他作为训练家的技能和智慧。他巧妙地运用他的宝可梦的能力，最后成功地击败了古代巨象，保护了遗迹岛的安全。神奇宝贝传奇浴室篇第2章之4。在里奥纳多和他的伙伴们离开遗迹岛之后，他们收到了来自宝可梦训练家协会的邀请，参加1年1度的宝可梦大赛。这项大赛是宝可梦世界中最盛事之一，许多训练家都会参加，展示他们的宝可梦和训练技术。里奥纳多对于参加宝可梦大赛既兴奋又期待，他知道这将是一个展现自己实力和团队合作的好机会。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里奥纳多和他的伙伴们忙着为大赛进行准备，包括训练宝可梦、研究对手、策划战术等。在宝可梦大赛上，里奥纳多和他的队友们遇到了许多其他优秀的训练家和他们的宝可梦。
比赛激烈，场面十分壮观。里奥纳多和他的队友们在比赛中表现出色，他们的宝可梦互相配合，如火焰狐狸的火焰和水晶鹦鹉的冰霜，在对手面前展现了惊人的实力。在与其他训练家激烈竞争中，里奥纳多和他的队友们也结识了来自不同地区的新朋友，这些新朋友也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帮助。最终，里奥纳多和他的伙伴们成功地胜出了宝可梦大赛，获得了冠军。但这不仅仅是他们训练成果的体现，更是他们团队合作和人际沟通能力的检验。在宝可梦大赛结束后，里奥纳多和他的伙伴们收到了许多粉丝的祝贺和赞美。这不仅是他们努力付出的成果，更是他们对宝可梦世界使命的体现。他们决心继续保护宝可梦世界，让这个美丽的世界永远保持和平与繁荣。里奥纳多和他的伙伴们继续他们的冒险，他们来到了名为艾德台的寒冷地区。在这里，他们遇见了一只名为冰雪巨兽的罕见宝可梦。冰雪巨兽是一只强大而神秘的宝可梦，它居住在极地的冰雪环境中，对大多数的训练家而言，是一只十分具有挑战性和危险性的宝可梦。里奥纳多对于与冰雪巨兽的战斗感到兴奋，他决心要将冰雪巨兽纳入他的队伍。在与冰雪巨兽的战斗中，里奥纳多充分利用了他的策略和智慧，他巧妙地引诱冰雪巨兽进入陷阱，并成功地将它捕获。在艾德台地区，里奥纳多还遇见了一位名叫莎拉的训练家，莎拉也是传说中的冠军训练家之一，他拥有众多强劲的宝可梦。在与莎拉的交流中，里奥纳多学到了许多宝可梦训练的技巧和经验，这对他未来的训练生涯大有帮助。在与冰雪巨兽的战斗中，里奥纳多和他的伙伴们也遇到了传说中的冰雪女神。冰雪女神是一位强大的宝可梦，她可以操纵冰雪，对众多宝可梦构成了威胁。在里奥纳多和伙伴们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终于击败了冰雪女神，保护了艾德台地区的和平。在艾德台地区的冒险结束后，里奥纳多和他的伙伴们继续他们的旅程，他们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热带雨林。在那里，他们将面对完全不同的环境和挑战。里奥纳多将继续成长为出色的训练家，而他和伙伴们的友谊也将越发深厚。在宝可梦世界里，里奥纳多和他的伙伴们的传奇故事将继续上演。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亲情、友情和牺牲的精神是超越一切的宝贵财富。神奇宝贝传奇浴室篇第3章之一。在遥远的城镇里，住着一个名叫里昂的10岁男孩。他热爱神奇宝贝，并梦想成为像他的偶像神奇宝贝训练家红豆杉一样，成为一名伟大的神奇宝贝训练家。一天，里昂在镇上遇到了一位神秘的男人，名叫阿斯塔。阿斯塔告诉里昂，他拥有一种罕见的神奇宝贝古神兽，这只神奇宝贝只有在最黑暗的时刻才会现身。阿斯塔需要里昂的帮助，将这只神奇宝贝送到神奇宝贝研究所，以研究其能力。里昂同意帮忙，于是他与阿斯塔踏上旅程。他们在旅途中遇到了各种挑战，还发现了许多新的神奇宝贝。途中，里昂的皮卡丘受伤了，里昂不得不照顾它直到它痊愈。在这段期间，他与皮卡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学习了皮卡丘那强大而独特的能力。在旅行的最后，里昂和阿斯塔成功地将古神兽送到神奇宝贝研究所。研究人员对古神兽赞不绝口，他们感谢里昂和阿斯塔的帮助。在离开前，研究所的所长给了里昂一个特殊的徽章，象征着他作为神奇宝贝训练家所做的伟大成就。
里昂和皮卡丘回到城镇后，受到全镇的英雄欢迎。里昂成为了受瞩目的神奇宝贝训练家之一。他继续着他的冒险之旅，探索着未知的神奇宝贝世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里昂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对抗了邪恶的神奇宝贝训练家吸水体。他试图统治整个神奇宝贝世界。里昂和他的伙伴们团结一致，用他们的勇气和智慧击败了吸水体，拯救了神奇宝贝世界。神奇宝贝传奇浴室篇第3章之2。在里昂和他的伙伴们得知吸水体企图统治神奇宝贝世界后，他们决心阻止吸水体的阴谋。他们组建了一支由各路英雄组成的团队，其中包括了里昂的好友杰西、皮卡丘、伊布、杰尼龟和妙蛙种子等。在与吸水体的首次遭遇中，里昂和他的伙伴们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野心和力量的对手。吸水体率领着他的军队，利用他的神奇宝贝能力迅速地击败了里昂一行人。在之后的战斗中，里昂和他的伙伴们不断研究吸水体的战术和弱点。他们发现吸水体的神奇宝贝都具有强大的水属性攻击力，这让他们决定开发出可以抵抗水属性攻击的训练方法。在多次的失败和试验后，里昂终于发现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他训练他的皮卡丘掌握雷击和电浆球等能够击溃水属性攻击的招式，同时，他的其他伙伴也各自发展出了强大的能力，如杰西的卡尔巴利星、伊布的火焰轮、杰尼龟的水剑湖和妙蛙种子的超音波。在最终的对决中，里昂和他的伙伴们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团队合作和技能，成功地击败了吸水体。吸水体在压倒性优势下崩溃，其神奇宝贝也丧失了力量。里昂和他的伙伴们成功地拯救了神奇宝贝世界，阻止了吸水体的统治阴谋。神奇宝贝传奇浴室篇第3章之3。在击败吸水体后，里昂和他的伙伴们成为了神奇宝贝世界的英雄。他们不仅拯救了神奇宝贝和百姓的生命，也恢复了神奇宝贝世界的和平。里昂被授予了勇气勋章，以表彰他对神奇宝贝世界的贡献。他的皮卡丘也成为了最受人尊敬的神奇宝贝之一。里昂和他的伙伴们意识到，他们的神奇宝贝之旅并没有结束。他们决心继续探索神奇宝贝世界的未知领域，保护神奇宝贝免受威胁，并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从此，里昂和他的伙伴们成为了神奇宝贝世界最受尊敬和最受人信赖的训练家之一。在里昂的领导下，神奇宝贝团队不断壮大，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训练家加入。在里昂的指导下，许多年轻训练家成长为出色的神奇宝贝训练家，为神奇宝贝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了贡献。此外，里昂和他的伙伴们还将他们与吸水体战斗的经验和教训分享给其他训练家，帮助他们避免类似危机。他们还开发了新的训练方法和招式，使神奇宝贝训练变得更加科学和系统化。神奇宝贝传奇浴室篇第3章之4。在经历了吸水体的战役后，里昂深知分享经验和教训的重要性。他开始在神奇宝贝进师学校和各地举办训练营，与年轻的训练家们分享他在与吸水体战斗中学到的教训和经验。里昂强调团队合作和团队精神的重要性，并指导年轻训练家如何加强他们的神奇宝贝与训练家的关系。此外，里昂还开发了新的训练方法和招式。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实战经验编写成册，并将其作为教科书送到神奇宝贝进师学校和其他训练机构。他还创立了一个特殊团体，专门研究新神奇宝贝的能力和战术，以帮助训练家更好地应对未知的挑战。里昂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越来越多的训练家受益于他的经验和教训，他们在与神奇宝贝的战斗中变得更加熟练和自信。里昂成为了神奇宝贝世界最受人尊敬和最受信赖的训练家之一。他的事迹和精神激励着新一代的训练家去追求更高的境界，成为更出色的神奇宝贝训练家。除此之外，里昂还积极与其他训练家和学者合作，研究神奇宝贝的进化和习性。他希望透过这些研究，能够为神奇宝贝的保育和管理提供有用资料，从而促进神奇宝贝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神奇宝贝传奇预示篇第3章之5。在里昂的领导下，一群年轻的研究人员组成了一个专门研究神奇宝贝的学术团体。他们从里昂身上学习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并将其应用到他们的研究中。这使得他们能够在神奇宝贝的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进一步加深了对神奇宝贝的了解，为神奇宝贝的保育和管理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此外，里昂还经常受邀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和研讨会，在那里他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他的专业知识和对神奇宝贝的深刻理解使他成为该领域中最具影响力和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在推广神奇宝贝知识的过程中，里昂也十分重视对民众的教育和科普传播。他经常在报纸、杂志和电视上发表文章和演讲，将神奇宝贝的知识转化为大众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形式。这有助于提高公众对神奇宝贝和相关议题的关注和认知，为神奇宝贝的保育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神奇宝贝传奇预示篇第3章之6。里昂深知知识传播的重要性，他决心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对神奇宝贝的理解与更多人分享。他首先在神奇宝贝浸师学校和各地举办了多次公开讲座，向学生和教师介绍神奇宝贝的进化、习性和相关研究。这些讲座极受好评，许多人表示他们对神奇宝贝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兴趣。除了公开讲座，里昂还开发了一系列教材和教案，涵盖了神奇宝贝的各个方面，包括神奇宝贝的进化、习性、训练和保育。这些材料被广泛应用于学校和家庭教学，起到了很好的推广作用。此外，里昂还创立了一个名为神奇宝贝之家 Pokemon Home 的线上平台，旨在为神奇宝贝爱好者提供一个共享知识和经验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们可以分享自己的神奇宝贝收藏，交流训练经验，讨论神奇宝贝的相关话题。神奇宝贝之家很快便成为了神奇宝贝爱好者的热门聚集地，为推广神奇宝贝知识做出了重大贡献。里昂的努力和成就没有去过他对神奇宝贝知识推广的决心。他继续在研究和教学中深耕细作，不断推出新颖的教学方法和研究成果。他的奉献和贡献，为神奇宝贝的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变化。神奇宝贝传奇预示篇第3章之7。里昂深知神奇宝贝研究的重要性，他决心深入研究神奇宝贝，以揭示其行为、习性和进化的秘密。为此，他建立了一个由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共同研究神奇宝贝的各种现象。里昂还亲自参与了许多野外调查和实验，以收集第一手资料和证据。在研究过程中，里昂遇到了一系列挑战和困难，有些神奇宝贝难以接近，有些则具有凶猛的性格。然而，里昂从未放弃，他始终坚持研究神奇宝贝，希望为其保护和管理做出贡献。在长期的研究和观察中，里昂发现许多关于神奇宝贝行为和生态的新知识。他将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在学术期刊上，与同行业内分享。
这些研究成果为神奇宝贝的保育和管理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也帮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神奇宝贝。除了研究外，里昂还十分关注神奇宝贝的保育和管理。他积极参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举办的相关会议和活动，呼吁公众重视神奇宝贝保育问题。里昂还提倡负责任的神奇宝贝饲养和训练方法，以确保神奇宝贝的福利和安全。在里昂的领导下，他的研究团队成功地发现了几种濒临灭绝的神奇宝贝，并采取了有效措施进行保护和拯救。这些成就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和赞誉。里昂成为了神奇宝贝研究领域中最具影响力和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此外，里昂还致力于培养新一代的神奇宝贝研究者和训练家。他经常在学术会议和研讨会上担任讲师和评委，并为许多年轻学者提供指导和建议。里昂的热情和奉献精神，为新一代的研究者和训练家树立了永恒流传的榜样和典范。故事就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看。